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本来昨天是等着川普晚上对全国讲话，能宣布什么震撼的消息，结果还没等川普讲话呢，先被美国对台湾史无前例的那个庞大军售消息给震撼到了。川普政府刚刚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总金额呢超过了111亿美元，准确的说呢是111亿540万美元，大约合3400多亿台币。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上台之后丢出的第二颗震撼弹。而第一笔钱还只是小打小闹的武器零部件，这一次是直接上的，都是硬菜。8大项武器清单个个是经过了战场实验检验的大杀器。在我看来，这些硬家伙一旦到位，不但会把台湾武装成一只满身是刺的刺猬，更会让台湾升级为浑身带刺的平头哥。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份大礼包里面到底装了什么硬货。根据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的正式通知，这次军售分为8宗案，对台湾陆海空防卫能力是全方位的升级。首先呢，最吸睛的绝对是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也就是在乌克兰战场打得风生水起的那个大名鼎鼎的海马斯火箭炮。要知道俄乌战争打了快4年了，乌克兰现在也就只有30多套海马斯，而这一次美国足足给了台湾多少套呢？82套海马斯系统。而海马斯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模组化设计，不但可以发射了6枚精准导引的火箭弹，还可以快速换发射程远达300公里的叫做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什么概念呢？300公里是可以直接从台湾覆盖中国大陆，向福建、浙江的沿海地区，包括了主要的港口雷达站和攻台的登陆部队的集结地。而台湾这次可以拿到多少套呢？420套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种导弹不但威力大，重点在于精准度高得惊人，再加上海马斯采用轻型轮式卡车，快速部署加高机动性，能跑到任何的地方，停下就打，打完就跑。这等于给了台湾远距离打击共军渡海舰队和登陆部队的基地，也等于是逼着中共军队的指挥和后勤中心不得不向内陆后撤，阻吓力直接爆表。另外一个火力神器就是美国陆军的王牌自走炮，叫帕拉丁自走榴弹炮，这里再加上弹药运输车，注意看这里，等于是给配全了。性能上呢是155毫米重型炮弹，标准弹射程是22公里，火箭辅助弹可以打30公里。这次美国给台湾呢是120套，这里帕拉丁自行榴弹炮的系统。而这种炮呢是陆地战场的火力支柱，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战争中是大杀四方。帕拉丁一响，意味着一片火海，地上目标会瞬间报废。对台湾本土来说，它针对的是打击登陆部队或后方目标，
每小时它可以跑60公里的机动性，甚至可空运到任何地方，非常适合岛屿防御。美国这次对台军售啊，有8大类，其中7项都是实打实的武器硬件，但是排在第1位的却是一套软件，它被称作美军战术任务网络系统。说白了，就是美军的指挥控制网络系统，提供前后方的实时数据共享、安全通讯和武器系统的整合。举个例子，前方的士兵是可以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及时看到友军和敌军的位置、地形的情报、危险区域的预报，甚至是伤亡报告，全在一个地图上显示。有了这套美军战术任务网络系统，国军士兵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及时获得所在地周围的地形分析、导航和相关资料分享，一应俱全，极大地提升了台湾军队的联合作战的互通性和多域作战能力，特别适合不对称防御的需求，能整合不同的武器平台，你比如说战机、地面部队、舰艇等等，强化战斗时的快速反应速度。其实这套系统啊，当初是为了美军特种部队设计的，在战场上，它就像是一个数位大脑，让部队之间配合作战顺畅淋漓。对敌时呢，有了它，更像是什么？天眼对上盲人。因为美军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套系统在复杂的环境下超实用。如今呢，连美国警察等执法部门都爱用它来作为重要的执法行动的管控系统。如果您想让上网既自由又安全，使用 Surfshark VPN 是您上网的最佳选择。首先，Surfshark VPN 能让您的真实 IP 地址隐身，保护隐私安全，也能让你突破地域性网络封锁，收看各国的串流影剧，订机票、饭店时也能切换各国，找寻优惠，解锁新天地。最棒的是，一个账号能同时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无限个装置上使用。点击影片下面说明中的链接surfshark.com/金扫描，或输入优惠码金扫描，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服务期。快来体验 Surfshark VPN， 绝对物有所值。美国这次的对台军售啊，就像是为台海之战匹配好了全套的关键性武器。前面如果算是远程的重火力武器的话，那么下面则是地面战的打击利器。美军的陶式，台湾呢称作托式导弹，提供了多少枚呢？1545枚。这种导弹一般是安装在装甲车上，属于是精准打坦克的神器。陶式导弹不夸张地说，是全球用的最广的反坦克导弹，在太多场战争中已经证明了它的指哪儿打哪儿的高效率，是专克现代坦克。而标枪单兵反坦克导弹就不用介绍了吧，太有名了。台湾可能觉得那1500多枚的陶式导弹还不够打，那么就再添1050枚这种标枪单兵导弹。它射程呢2.5公里，
可以从150米的高度向下打击，击穿坦克顶部的装甲，被军迷戏称为是什么开盖神器，在乌克兰战争中大显神威。这么说吧，如果没有当初川普批准给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的话，那么2022年初基辅真的会被俄军的钢铁洪流给攻下来。国军步兵有了它，什么装甲车都等于是案板上的肉。这次美国对台军售中当然也少不了如今风头正劲的攻击无人机，但这次拿到的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个弹簧刀，而是另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攻击无人机。军售中出现了2个型号的反装甲型无人机系统，有人可能在想说这个和弹簧刀的那个无人机有什么区别呢？弹簧刀更轻便，针对的是敌军士兵和轻装甲，制空的时间呢也短很多。而这次给台湾的叫阿尔提斯600M 型和700M 型攻击无人机，它飞行的范围最远可以达400公里，续航时间呢4个小时，都属于什么反装甲攻击无人机。其中的700M 型破坏力是接近了地狱火导弹，专打重装甲，可以攻击登陆舰队。另外就是它们都可以从多平台去发射，可实现一人控制多架进行集群攻击，而且已经在乌克兰战场有过实战检验。最后2项是属于零件维修类，一个呢是对海鱼叉反舰导弹的导引头和维修。鱼叉反舰导弹是全天候的超视距反舰导弹，主动雷达导引，射程超过67海里，从船上、潜艇、飞机都能发射。而另一个是对地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的备件和维修。这种直升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经典攻击直升机，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尤其是夜间打击能力强。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把它当做了主力的攻击平台，台湾呢，则是用它补充空中火力，专门对付地面的威胁。美国的这8项武器清单看下来，台湾的陆军火力、海空反登陆、无人机作战、通讯指挥是全线升级，不只是多了一些武器而是大幅提升了台湾的不对称的战力，能让任何想跨海而来的敌人想想都做噩梦。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出来感谢，说这是美国长期支持区域安全和台湾自我防卫的具体表现，特别点出这正是落实了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感觉整个台湾官方都松了一口气，终于有趁手的东西来保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不被中共践踏。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警告美方是在以武助毒，只会引火烧身。其实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笔军售不只是卖武器更是一个鲜明的政治信号。
美国会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绝不允许中共对台湾动武。这次给台湾远程导弹川普政府的意思很清楚，让台湾拥有打击对岸攻台军备区的能力，让武统的成本高到中共根本承受不起。这是典型的阻吓策略，是在告诉中共你真敢动手的话，不但面临的是在台海的折戟沉沙，还会因发起这个台海战争，最终导致你的独裁政权的垮塌。其实在我看来，这次美国对台最大军售中真正需要担心的，既不是台湾的支付能力，也不是中共在那儿气急败坏，而是美国在武器交付方面的延迟问题。之前美国一直以自身的产能不足为由，武器交付优先供应给谁乌克兰和中东盟友。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川普政府全球战略向印太实质性快速转移，台湾的优先级在美国名单上的排位将会大幅提前。昨晚，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对全国发表演说，本来有传闻他将宣布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开打，但等来的是川普总结他上台11个月来的成就。讲话中提到给美国军人发放战士红利，成为了这次演说内容中人们关注的最大亮点。12月17日晚9点，川普在对全美的演说中宣布了所有美国现役军人，包括海陆空军和国民警卫队的军人，还有预备役军人，总数高达145万人，每个人都会拿到一次性奖金，多少钱呢？1776美元每个人川普声称是为了纪念国家建国精神，表彰士兵们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有人给川普算了一笔账，每人发1776美元，差不多总共要掏出26亿美元的巨款。那么这笔钱怎么来的呢？川普表示说是从这几个月收到的巨额关税中拿出来的，并且认为没有人比我们的军队更值得这份红利。1,450,000 military service members will receive a special we call Warrior Dividend before Christmas, a Warrior Dividend in honor of our nation's founding in 1776. We are sending every soldier $1,776. Think of that. And the checks are already on the way. Nobody understood that one until about 30 minutes ago. We made a lot more money than anybody thought because of tariffs, and the bill helped us along. Nobody deserves it more than our military, and I say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body.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今天也出镜表示说，发战士红利这种事儿在以前从未发生过。他感叹说：“我实在想不出有哪位美国人比你们更值得在圣诞节前夕收到这张支票。” 1776. As you know, our great nation was founded in the crucible of revolution in that year. Now, as we enter the Christmas season some 250 years later, we are proud to provide 1776 with a whole new modern meaning for our joint force. This Warrior Dividend serves a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he War Department is work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our military personnel and their families. I can think of no better Americans to receive this check right before Christmas. Whether it's for pay, housing, faith support, all elements of what we're doing are to rebuild our military. So to the American warrior, President Trump and I and the entire War Department, we have your back. We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and we thank you for your sacrifice. We love you and your families, and we wish you a very Merry Christmas.
1776美元虽然不算巨款，但对基层士兵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帮助。特别是在美国人最看重的圣诞节来临之时，这笔钱是可以给家人买点礼物，为家人团聚的时候呢，那个圣诞大餐付账单。而从军人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张由总统亲签的支票代表着这个国家在节假日还想着为国服务的自己。而谢谢你这句话更不只是一句口号了。川普总统今天又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将圣诞节前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安夜，和圣诞节的第二天12月26号定为了美国联邦假日。川普行政令上写道，依据美国宪法及法律赋予总统之权限，兹下令，联邦政府所有行政部门及机构应于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及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及圣诞节前一日与次日全面关闭，其员工均获准休假。这次的时事金草苗就聊到这儿，我们需要您的持续支持啊！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都是在给我们实实在在的支持。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给我们直接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